你敢信？给新疆人6亿亩沙漠，他们一年能给你几千吨三文鱼。是的，你没听错，沙漠和海鲜听起来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东西联系在一起了。我国目前沙漠养殖海鲜的规模很大，毕竟现在大家都不太敢再吃海里的水产品了。那么我国这些沙漠海鲜能完全替代海里的鱼虾吗？尤其是国外进口的？在我国新疆地区有大片的沙漠，在这片沙漠之中贫瘠的缺乏养分与水分，并且因为高盐度和碱度，致使其成为寸草不生的盐碱地。这种盐碱地积累了大量的盐和碱，由此变得坚硬，也会加剧它的沙化。然而当地人考虑到这片盐碱地在远古时期可能会是一片海洋，经过多年来的地质变迁才形成了沙漠，于是他们设想看能不能将沙漠变回海洋。如果模拟海洋成功，那也可以在水中养起来海鲜，这样不仅解决了沙漠盐碱化，还能够拉动当地的经济与就业。从更长远的角度上来说，还可以减少我国的海鲜进口数量。无论怎么去分析，将沙漠海洋化，这都是百利却无一害的事。可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是很难的。况且这并不是一个小工程，这其中要耗费多少的人力和财力，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又是如何做到的呢？接下来也就有了采取灌水的方式。当地人在沙漠中心进行作业，期待着一次就能成功。不过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很骨感。第一次的实验效果并不尽如人意，尽管水中的盐分较为充足，可是与真正的海洋比起来，其中的养分和微量元素还是远远不够的。于是当地人秉承着缺啥补啥的道理，再次试验，在水中加入大量的微量元素和益生菌来模拟海水的成分。静置一段时间，等到水中成分都稳定下来了以后，进行检测。通过检测发现，这次的努力很有成效，居然已经到达了可以和海水相匹敌的地步了。沙漠中的盐碱地灌水和添加微量元素后，就能养殖海鲜了。不过养是真能养，但没想的那么简单。主要是因为过度盐碱化会让水质太咸，就算祖祖辈辈在海里长大的鱼虾也受不了，所以需要一点点的将盐碱水灌入淡水中，待其适应好水质以后，再转入盐碱水中慢慢养大。主要的操作总结起来就是以下几点：建设人工池塘进行引水灌溉，模拟海鲜的生长环境，引进优质鱼苗，还通过互联网技术实时检测水质和温度，及时调整。采用这种模拟海水养殖的好处，不仅是降低了盐碱水的浓度，还能达到适合海鲜的生长环境。通过推广这个方法，致使沙漠养海鲜这项大工程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效。这个方法成熟以后更是很快就为当地取得了很高的收益。光是一个小小县城就养了160亩的南美白对虾，为当地带来了100万的利润，这就是有名的海虾淡养。与此同时，还收获了意外的惊喜，能产出鲜美的螃蟹，还能够量化产出销往江浙沪一带。这些本该是东南沿海才有的小青蟹，新疆当地水结合盐碱地调配出的模拟海水养大后尤其的鲜美，加之得益于当地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其产出时间却比江浙沪还要早上半个月。更不要小看在这短暂的时间内，小青蟹占据的市场地位。看到了螃蟹深受大家的喜爱，索性就一并养起来了龙虾，把消费者的心理预期拿捏得死死的，还扩大了养殖规模，在麦盖提县建起许多的龙虾池，现如今都养起澳龙。由于当地水质好，污染小，对其精心照料，使得澳龙长得快，品质好，价格高。与此同时，大家可能还关注养海鲜的水如何处理，那其实就更不用担心了。为了避免水体富营养化，养龙虾的水一年会换上3到4次，来保持水体的清洁。换下来的水也不浪费，可以灌溉到农田当中。水中的有机物无疑是农田最好的肥料。我国沙漠海鲜大丰收，能摆脱进口吗？博斯腾湖作为我国最大的内陆淡水湖，这里的水质好，鱼种繁多，年产量可高达几千吨。尼勒克县的喀什湖泊温度稳定适宜，在冰川水的作用之下，极其适合三文鱼的生长环境，就引进鱼卵进行养殖。
多年来，随着养殖技术的不断成熟，养殖场当日最多产量是在40多吨，三文鱼的年产量也达到了几千吨，还实现了当日加工次日达，能够做到比进口三文鱼还要新鲜。放在以前简直是想都不敢想。那我们是否可以实现海鲜自由，从而摆脱海外进口呢？就目前来说，这里的海鲜达到了一定的反向出口，因其价格实惠，味道相差并不是很大，所以销往俄罗斯、泰国、新加坡等地。但要真的与之竞争，到底怎么样呢？我们虽然有了年产上千吨三文鱼的成功案例，但是毕竟是模拟海洋，能否达到真的和海洋相比，还要多方面的综合分析。下面就让我们以三文鱼为例来进行现身说法。首先从价格上讲，这里的三文鱼年产量大，价格对比进口实在亲民得多。不过呢，你要考虑到它的养殖成本，所以想和进口海鲜来与之竞争，就要在各方面的成本方面进行一定的把控。其次，从品质上来说，新疆养殖的三文鱼是经过一定改进的三倍体红鳟三文鱼，虽然味道上大差不差，但是也有追求品质的人认为这些红鳟鱼还是不能和大西洋三文鱼相比，所以必须保证海鲜品质足够高，量足够多，二者才能进行比较。最后，沙漠养海鲜一定程度上来讲是沙漠治理的一项成功案例，也不能就此说明完全摆脱对于海鲜的进口，但却还是能够满足我国很大一部分的市场需求的。期待沙漠海鲜的技术能够推广下去，我们早日实现自给自足。每天嗨科普，我是闪电哥，咱们下期见。